这个自建的大棚已经用了有5个年头了，马上就进入第6个年头了，好多地方都已经坏了，不知道还能够撑多久。前几天刮了特别大的风，把这根木板都给吹下来了。看看这地方，原本是用螺丝钉在这儿的，现在都已经吹掉了。本来这个木板是用来撑住这个绳子的，看看这绳子，它可以把下边的塑料薄膜给它固定住，这样的话风吹起来的时候就可以挡住了。现在被吹掉了，然后绳子也松了，基本上就没作用了。我只能拿这种袋装土给它压起来了。压上的话也还可以，但是我压的土不够多，可能风太大的话还是会被吹动。我回头的话可能把旁边再给它多压上几袋土，这样的话靠这种土就把旁边的塑料薄膜给它挡住，就不至于被风给吹起来了。我这个大棚是用木板还有 PVC 做出来的，用了这么多年，基本上这些表面上的木板都没什么事儿， PVC 也都是好的，并没有变坏。主要坏的地方就是侧面的这种挡板。这种板的话，因为当初用的是没经过处理的，然后它又在里边的话，大棚这种塑料薄膜流下来的水会浸透到里边，这种板就糟得特别的快。不过这种板基本上也就是起一个辅助的作用，它不是主要的受力点，所以即使是后边坏了，应该问题也不是很大。坚持应该是还是能用2-3年的。这种大棚的塑料薄膜，我买的是这种有 UV 标识，就是能够抗紫外线的。但是当初它的寿命说的是4年，也有5年和6年的，就是价格稍微高一点。当时买的4年，不过用了5年了，其实整体还可以。但是这种边缘的地方，就是特别吃力的地方，还是被撑开了，就是断掉了。这种东西年头多了，确实是没有刚开始的时候坚固了。只要是一吃力，或者是被一些硬物稍微刮一刮，就很容易就坏掉了。然后冬天的时候也是，冬天比较冷，比较脆，这个时候如果是要是刮大风的话，很容易就会坏掉一些。像这种表面上的口子，看起来还是整整齐齐的，大概率是被鸟的爪子给刮的，也有可能是鹰。其实特别爱坏的就是这种边缘的地方，看看这个地方是属于边上这种接口的地方，坏了很多。其实今年春天的时候我已经修过一次了，但是上次已经提到一次了，因为买的这种修大棚的塑料布，它是不防紫外线的，就是当时买的时候没有看准 UV 的标识，结果用了1季之后，看看全都糟掉了，我还得再重新的修一下才行。看看这些就是完全坏掉了，这些口子就是被钉在木板上的螺丝钉给划坏的，因为木板被风吹掉了嘛，所以螺丝在滑下来的时候就把这些地方划出口子了。像这种划得更大，这种要把旁边擦干净，然后贴一下应该就好了，还是比较容易修复的。现在外边是特别冷，大棚里边比较暖和，看看上边全是水珠。其实像这种6米厚的大棚塑料薄膜还是挺结实的，不是特别容易坏掉。你受很大的力，就像这样都是没有问题的，只是别用尖的东西划它就没事了。像这种大棚的边缘和木板交集的地方，我们之前都是有保护的，就是这个其实是保护水管的那种塑料泡沫，但是现在看看时间长了也都是错位了。当时没有把这个泡沫紧紧地钉在木板上，如果钉一下就好了。现在错开了，如果将来风大，木板因为边缘比较尖锐嘛，其实现在看也不是那么尖锐了，就是相对来说，如果风刮得太大的话，还是有一定的概率把它扯坏的，到时候还要重新整理一下。其实大棚损伤最严重的地方就是它的边缘，这个地方把头的地方，门框的上边，这个地方因为它吃力嘛，就是整个大棚看看这么长，它整个的受力点基本上就是在这个边缘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地方看看全都给撑坏了。而且整体上看，这个地方的塑料布的老化程度也会更高一些。看看这个地方完全被撑开了，这种就是得用那种比较宽的修大棚薄膜的塑料胶带给它贴起来。看这里也是，
这地方的塑料薄膜都已经发白了，说明老化程度还是挺高的。还有一些破坏就是人为的了，家里的小朋友比较淘气，爱捣乱，会拿一些尖的东西戳这个塑料薄膜。看看这些地方都是他们弄的。然后像这个地方也是用木头给扎坏了，这是我给它修复起来的。其实像边上这些地方用木条给钉住的地方还好，完全没有变坏的痕迹。看看，看这儿还钻了一个豆甲虫，它们都在找暖的地方呢。啊，你给它剪了吧那种。这大棚虽然漏风，但是里边还是非常暖和。把那个摘下来吧。上面的叶子也剪一点吧。可以，这个花菜还有上边嫩叶，其实都是可以吃的。这个能吃2顿，一顿吃一半。这个看着真不错呀。还不错。棚里边育的这些小苗也都长起来了，看看这个是水萝卜。然后这些都是大葱的种子，就是小葱苗。然后这边是蒿子杆，是茼蒿。这边的这一盆是芝麻菜的小苗，长得也是非常的不错。这边这一盆还是蒿子杆，这些都是我们密植的。到时候等它长起来之后，就趁它嫩嫩的，就可以把它采下来吃掉了。这边这几棵小苗马上就可以移栽了。这个是紫叶莴笋，这个是红菜苔，这个是小油菜。这边的是罗马生菜，这些菜的话，我们冬天的时候一般11月底或者是12月初给它种下去，然后到明年过2、3个月，到明年3月份的时候就可以收来吃了。这边还有一点紫叶莴笋的小苗，因为一般的话到3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个菜荒，也就是冬天的菜都吃完了，春天的菜还没长起来，那个时候就全靠这些冬天时候提早种下的菜来撑起来了，因为这些菜会长得比较快，春天一暖和，它们发力很快就长起来了。这一大颗雪里红真是越长越大了，而且不仅大，还是特别的嫩。这边的油麦菜，然后前面的红菜苔，前面还有一些萝卜，也都是长起来了。再往前还是一些油麦菜，然后茴香、油麦菜，这边是茴香。前面是这一片花菜，这些花菜已经是被我们摘了不少了，还剩下挺多的，应该还能够再吃一阵子。这边的豹子甘蓝下边的都已经开始剥芯了，看看已经是卷起来了，再过一阵儿就有一些能吃了。还是抓紧时间来干正事儿吧。这个地方是大棚损伤最严重的部分，看看都已经完全裂开了。这个地方这么大的一个大口子，上面也是。我搬凳子爬上去看一下。哎呀，看看这就是它上边的部分，裂了这么大的一个大口子。其实大家能看出了，我这个地方是在春天的时候也是用这种胶带粘过的，但是还是像刚才说的，因为买到了不防紫外线的，所以都已经糟掉了。看看这些早就已经断掉了，看都是渣渣。这边这种也是，瞧瞧瞧瞧，全是这种渣渣，还得把这些先给它撕下来。其实本来春天的时候就坏到这个地方，粘的时候也就是把这儿给它粘了一下。如果不是因为买到了不防紫外线的这种修复薄膜的这种胶带的话，也不至于现在又整个看看下边全都裂开了。这个如果再不修的话，冬天刮大风，那很可能整个棚就给刮下来了。唉，每次看到这种景象，就不免又要抱怨那些商家。这些商家可真是坑人呀！明明是不防紫外线的，还要写上是大棚专用的塑料胶带，是专门修大棚用的。结果你用上之后，发现还没有过1个种植季，就都成这样了，这完全是不负责任。
其实我在以前的视频中已经提过大棚塑料薄膜的事儿了，当时也说了，如果是买大棚塑料薄膜的话，一定要特别注意，就是要有 UV 的标识，就是要防紫外线。当时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，就是一个朋友留言说，大棚里的植物生长都是需要紫外线的，你把紫外线都防了，肯定不行啊。其实这是一个误会，因为我说的防紫外线不是说它把紫外线就挡住了，其实准确的说应该是抗紫外线吧。也就是说，这种透明的塑料薄膜，它应该是对紫外线照射来说是稳定的，也就是说，紫外线照射之后不容易让它腐化，也就不容易坏掉了，并不是说它不透光，紫外线都照不进去了。像这种的塑料薄膜，因为是透明的嘛，基本上透光率都是在80%以上的，所以对植物生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其实像这种用在户外的这些东西，它长期的风吹日晒雨淋的，如果不防紫外线的话，基本上一个种植季就可能就坏掉了。就像我买到的这种不防紫外线的这种修大棚的塑料胶带，你坏掉了之后，真是又费时又费力，而且这种碎渣的，如果不收拾干净的话，还污染环境、污染土地。看这些碎渣渣，只要一碰就完全掉了。所以这些东西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有 UV 标识，一定要防紫外线。我把几个买来的修大棚的透明塑料胶带都放在一起了，放在一起还是挺容易看出哪个是真正的，哪个是假冒的。这个就是那个没有 UV 标识的，看看里边是空空的。春天的时候用它来修大棚，结果到了秋天和冬天的时候就都已经坏掉的，就是这个。看看这种跟它比起来还是白了好多，其实仔细看它的厚度也是要厚了一些。然后看里边它其实是贴着标签的，标签上边能够清楚的看到 Tape UV Clear， 也就是说是有 UV 标识的透明的塑料胶带。这个和刚才的是一样的，只是更大尺寸的，这种才是专门用来修大棚的。像这种骗人坑人的，亚马逊上的点赞还有评论居然还挺多的。我后来仔细又找了找，还是确实有人提过这个事情，但是大部分的评论都没有说不能用于修大棚，所以不知道那些是不是都是商家雇的水军。像这种的话，如果是同样尺寸的，这个比刚才那个要稍微的短了一点。如果是同样尺寸的话，它的价钱应该是大概有这个的不到1倍吧。反正应该是比它贵了不少，但是这种东西确实是物有所值，把大棚的漏的地方粘上，就是为了让它几年都不会再坏的。而这种基本上就是垃圾，这种就跟你在店里边买的普通的用来封装包装的那种塑料胶带，其实没有什么太本质的区别。先拿上一块布，把大棚的塑料薄膜上面的土稍微擦一擦，弄得干净一点。这个大棚的塑料布坏得太大了，我已经没有能力把它们合在一起了，就这样用这个比较宽的胶带给它粘上就行了。这个塑料薄膜揭开的感觉就不一样，它摸起来就和我现在有的这个大棚的塑料膜是一个质地，感觉是一模一样的。这次应该不是假货了。感觉一个人弄起来不是特别容易，下边应该有人再拖一下会好一点。我这样还是先拿小的胶带给它这样固定一下，这样就可以把它拉过来了。这儿再给它来一下。哎。感觉粘的还是不太好，不过应该也可以了。这边有一点短，我再把它从这儿粘一下。
行，从这儿给它剪下来就行了。感觉还可以，这样应该就完全密封上了。再到里边来，把上头没有粘牢的地方给它再粘一粘。其实我感觉这样给它粘的稍微宽松一点，将来受力就没那么大了，应该也会相对结实一点。这种地方应该用这种比较窄的胶带稍微贴一下就行了。看看，这样这些小洞就给它封上了。弄完之后再给它好好的压一压，这样就能压得紧实一点了。不过这么长的一条还真是挺费这个胶带的。这种划开的口子处理起来就更容易一些了，就直接这样给它贴上一小块就行了。剪下来，再研究一下这边这个口子该怎么弄好一点。感觉还是要拿那个比较宽的胶带。好，宽胶带搞起来。我以前其实是有恐高的，就是站在这么高的梯子上，心特别虚。但是这几年干活干得多了，现在好像也没什么感觉了。把外边再给它摁得紧实一点，里边也给它再稍微的压一压。啊，这些地方有点是太脏了，还是用这个小的胶带。上下都给它处理一下，这样就严实了。这些地方就这样竖着一小块一块一块的贴了，这样的话能省一点胶带。这样就都贴完了，棚里面会暖和多了。行了，这回应该是没有明显的漏洞了。以前都是小修，这次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次对大棚膜的一个大修了。看一下效果。这边坏的比较大的地方也是完全没有问题了。其实整体来看也还是比较简单，也就是10几20分钟的事儿。